你有没有发现一件细思极恐的事？小时候一个暑假长得像一辈子，但你现在一眨眼半年没了，这不是你的错觉，这是你的大脑在加速吃掉你的生命。神经科学家算过一笔账，一个5岁的孩子感受到的1年是他整个人生的1/5，所以那一年对他来说漫长的像永恒。但你现在40岁，1年只是你人生的1/40，你的大脑自动把它压缩打包扔进记忆的垃圾桶，你甚至来不及感受它存在过。更可怕的还没说，你的大脑记录时间靠的不是钟表，靠的是新鲜感。你第一次去一个城市，路上每一秒都在录入新信息，回来的路感觉只有去时的1半场，因为什么都见过了，大脑直接跳过。这就是为什么你的童年明明只有10年，却感觉装了整个宇宙，而你工作之后的10年可能只剩下几个模糊的周五晚上。然后科学家发现了一件真正让人绝望的事，人类对时间流速的感知在20岁之后开始加速，而且永远不会停下来，越老加速越快，没有刹车，没有暂停键，就这么一路踩着油门冲向终点。有人算过，如果你现在30岁，你剩下的主观感受时间其实已经不多了。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更深的问题，时间本身到底是什么？我们从小被告知时间是均匀流动的，1秒就是1秒，昨天、今天、明天，整个宇宙共享同一条时间线，这个认知是错的。1905年，爱因斯坦发表了一篇改变人类历史的论文，他用一组数学方程式证明了一件事，时间的速度取决于你跑得有多快，以及你离一个大质量天体有多近。你跑得越快，你的时间就走得越慢，你离黑洞越近，你的时间被拉得越长。这不是哲学，不是文学，是白纸黑字的物理方程，120年来被反复验证，从未出错过。1971年，科学家做了一个听起来像疯子干的实验，他们把2台精度达到纳秒级的原子钟，一台留在地面，一台绑在飞机上，环绕地球飞了一圈。飞机落地之后，2台钟的时间不一样了，飞机上的钟走得更慢，差距不大，几百纳秒而已。但这个结果震惊了整个物理学界，因为这意味着时间不是固定的，时间是可以被速度压缩的。然后问题就来了，如果时间可以快慢，那时间到底是什么东西做的？物理学家为了这个问题挖了整整100多年，最后挖出一个答案，让他们自己都不敢相信。时间可能根本不是宇宙的基础设施，它可能只是一个副产品。你的手机里有 GPS 导航，对吧？卫星在距离地面2万公里的轨道上运行，那里的引力比地面弱，所以卫星上的时间比地面走得快，每天快大约38微秒。38微秒听起来微不足道，但如果不修正这个误差，你的导航定位每天会偏移11公里，1个星期之后导航告诉你到家了，你人可能在隔壁城市。现在全球所有的 GPS 系统都在实时修正这个误差，也就是说，你每次打开导航的背后是一套对抗时间扭曲的工程系统。相对论不是理论，它运行在你每天用的手机里，但这还只是开胃菜。如果你飞到宇宙里，靠近一个黑洞，在黑洞旁边站1个小时，然后回来，地球上可能已经过了好几年。这不是科幻小说的梗，这是广义相对论直接推导出来的结论。电影《星际穿越》里有一个场景，宇航员在一颗靠近黑洞的星球上只待了3个小时，回到飞船之后，同伴已经在轨道上等了23年。那个场景是真实的物理学，不是编剧瞎写的。黑洞附近的引力强到可以把时间本身拉长，你的每一秒在那里相当于外界的几年甚至几十年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时间不是统一的，你的现在和距离你1000光年的某个文明的现在根本不是同一个时刻。宇宙从来没有一个共享的当下。科学家为了搞清楚时间的本质，走进了量子力学的领域，然后彻底迷失了。1978年，物理学家约翰惠勒提出了一个思想实验，叫延迟选择实验。后来有人真的做了这个实验，结果让整个物理学界沉默了很久。实验表明，你现在做的测量选择似乎能影响粒子在过去的行为，不是猜测，是实验数据，仿佛未来伸出一只手，回头拨动了过去的齿轮。惠勒说了一句让人头皮发麻的话，过去除了被现在所记录之外，没有任何存在形式。也就是说，过去可能不是固定的，它可能是流动的，甚至是可以被当下改写的。如果这是真的，那你记忆中的那些已经发生的事，到底有没有真正发生过？接下来这个问题才是今天最让人坐立不安的部分。意大利物理学家卡洛罗维利是当今世界最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。他在自己的著作《时间的秩序》里写道，在量子引力的基本方程中根本没有时间变量，不是时间很小，不是时间很难测量，是方程里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。他认为我们感知到的时间在流动，只是意识在解读一个无时间宇宙时产生的一种副作用。就好像温度不是独立存在的物质，温度只是大量分子在运动的统计结果。时间也许也是这样，它是宇宙中各种变化相互作用之后
涌现出来的一个感知，而不是独立的基础存在。宇宙本身可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时间，那你的大脑呢？你的大脑是怎么感知时间的？科学家发现，你的大脑没有一个专门的时钟，它记录时间的方式是靠新信息的密度。每当你接触到新东西，大脑就开始密集录入，这段记忆被拉长，你感觉时间变慢了。每当你在重复熟悉的环境里，大脑直接按快进，不值得录入，这段时间就消失了。2023年的一项神经科学研究做了一个测试，让成年人和儿童同时体验相同的活动。3个月之后，儿童能清晰回忆出 65% 的细节，成年人只剩 8%。也就是说，你的人生正在以每年 92% 的速度被你自己的大脑遗忘。你以为自己活了30年，但真正被你记住的可能只有几年的碎片。更可怕的还在后面。葡萄牙的一个神经科学实验室通过控制小鼠大脑的多巴胺释放，发现了一件事：多巴胺越多，时间感觉越快；多巴胺越少，时间感觉越慢。你的时间感本质上是一种化学物质在控制的，而你的多巴胺系统会随着年龄增长而衰退。小时候，你第一次看海，第一次坐飞机，第一次恋爱，每一个第一次都让多巴胺飙到顶，大脑疯狂录制，那段时间被拉得无比漫长。但现在你见过太多了，大脑觉得没什么新鲜的，多巴胺的反应越来越平淡，时间就越来越快。这就是一个残酷的生理机制，你越老，大脑越懒，时间就跑得越快。没有药，没有治疗方案，是写进神经系统里的规律。但科学家在研究这个问题的过程中，还发现了另一件让人沉默的事。你以为你记住的那些过去是真实发生过的吗？美国心理学家伊丽莎白·洛夫特斯做了一个现在被写进所有教科书的实验，他给实验者看了同一段车祸视频，然后对一组人问车辆碰撞时速度有多快，对另一组问车辆猛烈撞击时速度有多快。仅仅因为一个词的差异，两组人估计的车速相差了几十公里。1周之后，他再找回这些人，问他们有没有看到碎玻璃。注意，原视频里根本没有碎玻璃，但听到猛烈撞击的那组，有 32% 的人说自己亲眼看到了碎玻璃，他们不是在撒谎，他们是真的记得。这就是虚假记忆。你的大脑会为了让记忆合理，自动往里面补细节，而且补得天衣无缝，你根本分不出哪些是真的，哪些是大脑后来加的。2013年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数据显示，人对童年的记忆有大约 40% 是错误的，或者严重扭曲的。那些你以为清晰的过去，有将近一半根本不是那样发生的。所以现在我们来到了最核心的问题：如果时间在物理上是可弯曲的，如果过去在量子层面是可被改写的，如果记忆是被大脑重新编造的，那什么是真实的？物理学家有一个理论叫块状宇宙理论。这个理论认为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同时存在，不是说它们会同时发生，而是说它们像一本书的不同页码全部摆在那里。你的意识只是在这些页码之间滑动，制造了一个时间在流动的幻觉。你出生的那一刻已经存在，你死去的那一刻也已经存在。你现在坐在这里看这条视频，也早就被写进了宇宙的结构里。如果这个理论是对的，你所有的选择都是早就写好的剧情。你的人生不是一个正在展开的故事，而是一部早就拍完的电影，你只是被按了播放键的观众。这个理论让很多物理学家不舒服，但它是相对论在数学上允许的合法结论，没有人能证明它错，也没有人能证明它对。最后我们来聊一个真正触动人心的问题：时间在加速偷走你的感知。这件事我们已经知道了，但科学家同时发现，这个进程是可以被干预的，不是用药物，而是用新鲜感。以色列魏兹曼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发现，当大脑产生超出预期的体验时，时间感知会被明显拉长。关键不是快乐本身，而是这份快乐超出了你的预期。等公交的5分钟感觉像5小时，是因为你什么都没得到，却一直在等待。刷短视频的1小时像5分钟，是因为你的大脑一直在接收远超预期的刺激，它没有时间去感受时间本身。每周给自己制造3次真正意外的体验，走一条没走过的路，尝一道没吃过的菜，和一个你从来没有深聊过的人认真聊一次，不是计划好的惊喜，是真的出乎意料。研究数据显示，持续这样做的人，主观时间流速比对照组慢了 31%。如果你现在30岁，这意味着你可以多感受出将近10年的主观生命。所以时间到底是什么？物理学说它是可弯曲的维度，量子力学说它是模糊的建议，神经科学说它是大脑制造的幻觉，哲学说它是意识在解读无序宇宙时强加上去的一层滤镜。没有人给出一个统一的答案，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，你感受到的每一秒不是宇宙客观存在的一秒，而是你的神经系统根据当下的多巴胺水平、新鲜感密度、情绪状态实时渲染出来的一秒。时间的长度是你造的。爱因斯坦临终前给老友的信里写道，过去、现在、
未来之间的区别只是一种幻觉。尽管这种幻觉非常顽固，他一生最伟大的发现是相对论，但他最恐惧的是时间。宇宙已经运行了138亿年，他不在乎你的焦虑，不在乎你的计划，也不在乎你有没有感受到它的存在，它只是在那里按自己的规律运转，对你的每一个当下完全漠不关心。而你以为流逝的那些时间，那些模糊的周五晚上，那些压缩打包扔进垃圾桶的年份，那些你来不及感受就已经消失的瞬间，它们没有消失。根据块状宇宙理论，它们就在那里，永远在那里，像琥珀里的昆虫被冻在时间的某个坐标里，只是你的意识再也回不去了。这才是时间最残忍的地方，它不是在流逝，是你在流逝，而时间什么都没发生。